全是熏鸡，大受震撼啊！熏鸡博物馆入口是这块吗？有人吗？我们开着手搓出来的皮卡房车来到了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之间的卓兹县，本地的熏鸡非常好吃。现在正在从乌兰察布的市区往西开，然后往西的路上呢有一个县叫卓兹。卓兹县是乌兰察布的下辖县位于内蒙古的中部，乌兰察布市的西部，总面积3000多平方公里，但常住人口只有18.5万。卓兹县上世纪30年代时候是叫隆盛县，境内是有桌子山。后来平绥铁路通车完以后，卓兹还是比较繁华，加上隆盛县是和广西的隆盛县重名，所以1952年的时候就更名为卓兹县，取谐音是卓有资财。卓兹县因为紧邻山地，所以能发展的产业还是有限的，主要还是旅游业和它的这个烧鸡产业。此外，因为它地处山地，所以光伏、风能这2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卓兹县呢也是乌兰察布下辖县，然后这个地方的支柱产业是烧鸡。顺便也说一下，烧鸡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食物，所以确实很多地方都盛产烧鸡。比较知名的有河南安阳的道口烧鸡，山东的德州扒鸡，安徽宿州的弗里吉烧鸡，还有辽宁锦州北镇的沟帮子熏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区域里面非常能打的，像本期视频会讲到的内蒙古的卓兹山熏鸡，还有甘肃平凉的静宁烧鸡，天津的小李烧鸡，河北唐山烧鸡，陕西普吉烧鸡，广东的仙庙烧鸡，还有山东滨州的大山烧鸡。虽然每一个烧鸡它都有一个自己特点的描述，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必须要亲自吃才能感觉到细微的差别。今天是打卡一个卓兹山的熏鸡，后续其他的烧鸡也会找机会去品尝打卡，也欢迎大家关注。从乌兰察布市区到卓兹，走国道的话50分钟。一类吧，就是自己皮草，走的时候直接就是装到那个车上，然后国道这一段非常好，没有车，也比刚才平整了很多。卓兹山是不是就是卓兹了？虽然这是国道，但国道现在也收费了，已经进入卓兹县了，再往县城走。然后这个卓兹县呢，之前一直是贫困县，也是00几年才脱帽脱贫。产业除了烧鸡，确实没什么了。因为如果看地图的话，它其实就是在山地里面。然后有一点呢，这几年还比较吃香，是因为它有这个山地的这个风能的优势，所以做一些风力发电是有这个条件的，也是自然资源吧，没拍上。陈国庭熏鸡公司刚才刚从卓兹山出来就已经开始了，这还没到城区呢，越往里走越是各种各样烧鸡店。卓兹这边还有个烧鸡博物馆。去看看吧。对，可以。是先看看博物馆，还是先吃烧鸡啊？先看看博物馆吧。百年卓兹熏鸡，你看赵根友熏鸡、张金涛熏鸡、李真熏鸡、张明星熏鸡、陈国庭熏鸡、明明熏鸡，又张金涛熏鸡。那边还有一趟呢，不全是吧？张金涛、张润奎，这李真、张金涛、白二熏鸡。这些全是别的。清真熏鸡这是。李真是创始人，1934年。先看看那啥，先看看博物馆吧。先讲讲有没有什么分类，或者是哪家公司有什么特点呢？要不这纯蒙圈啊，你不可能一家一家每个都买一点儿。也可以。哎呀，这块真的适合吃饭来，也是个山城啊。博物馆应该中午都开的吧？博物馆一般开，但有点萧瑟呀。这是博物馆吗？啊？这大门不太像。我感觉也不太像啊。也像个熏鸡公司。哦，前面卓镇熏鸡是那个牌子。感觉啊，有点年久失修了。这个开不开都是个问题。应该是这边。而且有点想比较错误。对，开着的吧。哎，
商务局、工信部，哎，这政府的部门。哦，熏鸡博物馆，还有几分钟，我看看。卓兹熏鸡，就是没开灯。哦，熏鸡博物馆入口是这块吗？有人吗？不是，这绕一圈呢得。先等会儿看看，要有灯的话，这入口。哎，你好，那个熏鸡博物馆，我们想看一下，啊，开一下灯。哎，你好，问一下，要是那个本地熏鸡，你们本地都喜欢吃哪个牌子？因为我们刚才这一路看一大排好多。我们一般喜欢吃李真家。啊，李真家。它的广场对面。哎，它那个每家它口味会有不一样。会有不一样。李真比较好。李真是偏咸口啊，还是？水分稍微多一点。哦，多一点哦。李真比较稍微干一点。行。工作人员正在开灯。哎，好，灯开了，好，谢谢啊。啊。好漂亮啊！鸡，拍一个。鸡有武德，要当鸡这个不是随便能当的。永基古诗，这怎么来到这种博物馆了？生物学，然后这个公鸡是黎明的使者，好斗是鸡的另一天性。我感觉有点像那个百家号的文章啊，对吧？鸡的天敌。哇，这个各种各样鸡的图片，刺绣上的鸡，邮票上的鸡，烟盒上的鸡，瓷器上的鸡。这不能说是文物，这应该是工艺品，有一些鸡的工艺品，然后有一些这种乡间小路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图片。哦，这是啥？这个大鼻烟壶可金抽啊！这个有个1臂长的大号鼻烟壶，你学习到知识了吗？哦，这块还有鸡毛掸子展，各种各样鸡毛掸子，还真是有很多鸡的诗。哦，还有唐朝的七绝鸡毛掸子。快手那个照片合成风，黄晓明吗？刚才那个啊，是吧？对，你再看一遍，最后那张照片是黄晓明。将进酒为什么鸡的博物馆为什么有将进酒啊？就下酒肉是吧？下酒菜。到海无复回，君不见，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哎呦，这里面还有这个农村的这个场景呢，农进。这小屋做的还挺好的，但里面有股土味儿，这空气不太流通，有股尘土的味道。啊80年代。80年代，这60年代吧，60、70年代。他后来的有一些诗，他应该就是现代的一些那地方的文人做的，就是有的不太押韵。刚刚有个这五天，镯子熏鸡博物馆。这个书好立体啊！哦，真的是。介绍完很多鸡的信息完以后呢，终于介绍了卓兹的熏鸡历史。主要是清末的时候，
那个京绥铁路，绥就是那个呼和浩特的新城。然后第一支熏鸡是李真，李真也是这边比较主要的一个熏鸡品牌，多地融合形成的这么一个产物，卓资山熏鸡，对吧？这么着就出来了，还是比较大受震撼的，这比服务馆好玩。小城不大，然后就是靠着山的一个小平地吧。荣盛路，这应该是主干道吧？旁边有很多小门店，饭馆。前面那个是他们的公交车吗？有点像那种北京前门的那种公交车。烧麦羊汤，阿姨，像您本地您要点熏鸡，哪家好吃啊？张金汤。好，真的是，你看他这个，我问了2个人，一个是说李真好吃，一个是说张金汤好吃，所以本地人的口味也会有差异，而且确实也能说明这些熏鸡呢，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它是有差异的。小餐馆也有烧麦，感觉还挺原汁原味的。烧麦，皮儿很薄，里面是沙葱和羊肉馅儿。这不用拍了，肯定好吃。好吃啊！那个皮儿很薄很薄，像纸一样。再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内蒙的烧麦是按1两1两这样卖的，但它1两呢，只是指面皮儿的重量是1两，它是1两面皮儿能包出来几个烧麦。在各地也不一样，像呼和浩特的话，1两烧麦是一般8个，在包头的话，1两烧麦是指6个。红汤的羊杂汤，然后这豆芽也挺好吃，是那种胡麻油炒的，很香。真的确实大受震撼啊！这一大排全是熏鸡。餐馆的大娘说她喜欢张金汤，然后博物馆的讲解员说是喜欢李真。张金汤和李真这2个是有一年的熏鸡大赛并列第1名，都是本地人确实比较认可的。赵根友也有人推荐，因为我看网上有人说赵根友和明明，好多本地人比较喜欢他们的口味。买点鸡爪尝尝味儿。张金汤，内蒙著名商标。张金汤尝完，再尝尝李真熏鸡。李真熏鸡也挺好吃的确实。卓资这个熏鸡的创始人，这是大师啊。刚才是在张金汤还有李真都买了点儿，因为刚吃完饭有点撑，就没买整鸡。味道是有点不一样，但都是好吃的，熏制的那种味道。而且在博物馆看呢，它是一般都是先用那种中药卤老汤，所以各家的老汤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就熏制。反正这做法肯定都是好吃的做法。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从卓资县往西